你要看破生活的本质，不然呢，你永远也逃离不出来。那么如何看待生活的本质呢？你就要提高你的见识，做到微妙玄达，把自己置身于事情之外，世界之外，俯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看他起高楼，看他宴宾客，看他楼塌了，这个时候你就看清楚了世界的本质。这不就是缘起性空吗？不就是因缘和合吗？那么你们现在分开和将来分开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你们不可能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对吧？既然缘分尽了，就要分开了呀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。你们这些缘分已经尽了，孽债已经还完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愿圣开微密，广为众生说。如今得受持，方知无为意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南怀瑾先生是一个佛学大家，他年轻的时候呢，非常好学，对儒释道的各种法门呢，都非常有兴趣。有一次啊，他听说杭州黄城山有个道士被飞剑，但是这个道士呢，非常的难见，他就一次一次托关系去拜访这个道士，最终见到了这个道士。他是这样形容这个道士的：白袜云鞋，皓首银发，长袖飞舞，飘飘若仙。所谓白袜云鞋啊，就是白色的袜子，穿一个黑色的鞋，前面绣个云头，走出来大袖那么一飞呀，那个样子看到都醉了，这就是神仙啊，那真是好看，气象万千。然后南怀瑾赶快跪下求道啊，师父。老道士马上把他扶起来，不可以叫师父，请起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看了他一眼说：你我缘分只尽于今日，您将来是一个佛门弟子，但是我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我告诉你2件事情，也是道门的功夫。道士接着说啊，我们这个心啊，只有拳头那么大，如果什么事都往里面装啊，装多了它会爆掉。应该啊，是事情往这里一过啊，就丢出去，永远的丢出去，不要什么事都往里面装，统统的丢掉，你就前途无量，后福无穷。再有就是啊，我们看世界任何东西啊，都要轻松，尤其是眼睛看东西。一般人看花看风景，把眼神都盯在花上面，错了。你出去看风景，要把风景跑到你眼睛里头来，看花要把花的精神收到眼神里来，看山水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眼神里来，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在花上，放在山水上，这样没有用，对自己也没有好处。南怀瑾说呀，这几句话对他一生都受用无穷。这道家修炼精神的方法，也是以天地精神往来的原理。其实道家的修炼方法有多种多样的，道德经里面就讲了一些，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。那么真正掌握道的人是一种什么形态呢？老子是这样形容的，老子说：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达，深不可致。我们来解释这句话。微妙玄达是一种递进关系，是我们人呢修炼到了路径或者是境界。前面在第14章我们讲了微的形态，就是某种东西啊小到极致，小到我们眼睛看不见。比方说分子、原子、粒子，这些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元素，我们把这个叫微，这是物理上的微哈。那么我们人如何做到微呢？我们身体不可能变到没有，变到
看不见，对吧？老子说的威啊，是指心态，是做事的方式，行为的准则，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要做的这个威。威是什么呀？威到极致就是虚，就是无，就是空，就是儒家说的中庸。中庸的外化了，就是谨慎呢，谨小慎微，善始善终，慎终如始。做事情啊，不要虎头蛇尾，开始和结尾是一样的。儒家告诉您，做人做事一定要慎重，慎到极小，不就是微了吗？那么我们变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微小了呀，其他的任何事情、任何人，相比我们而言，不就变得高大，变得重要了吗？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呀？崇敬的心，尊敬的心，敬畏的心。很多人说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我这么一个大善人，为什么得不到好的回报呢？其实啊，您不是真正的善人，你只是心肠好而已。但是心肠好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嘛。您缺少的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敬畏心。您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个动作、每个表情，都能反映出您是否有敬畏之心。祸从口出，恶从心起。如果您没有敬畏之心，马上啊，祸从天降，莫大之祸起于虚拟之不忍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没有敬畏之心的情况下呀，您随便说的一句话，顺嘴说的一句话，祸就来了。比如小米的高管顺嘴说了一句话，说小米的服务对象啊，主要以屌丝为主，得屌丝者得天下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最后被免职了。还有我们知道的老毕等这些人，有了一点成就，开始飘了，没有了敬畏之心，开始不慎了，做不到威了。你一不威，就要把你搞掉，就要受到惩罚，这就是天道的规律。所以老子讲啊，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达。第一个字就是微，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谨慎，不光是你自己的言行啊，还包括文字、文章等等。但是有人说呀，我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做事儿就忘记了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您能做到，知道了就能做到，那您不就是圣人了吗？您做到了知行合一呀。但是我们是凡人，所以要三省吾身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曾国藩的笨在历史上是有名的。那么为什么他最后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呢？因为他坚持每天写日记，每天反省当天自己所做的行为，从量变到质变。所以您首先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呢，慢慢改变，慢慢的接近我们所说那个微，锻炼自我的约束和控制力。时间久了之后，您就会发现了，用敬畏的心、谨慎的态度做事情，坚持的做，重复的做，您渐渐的就会发现，周围所有的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这就是微产生的妙，微之极就是妙啊。那么妙又在哪里呢？妙不在我们的有形世界，您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妙，您看到的美女不是妙，帅哥也不是妙，看到的锦绣山河，看到的花草树木都不是妙。妙是我们说那种心流，那种气场，那种气质，是一股流动的神秘的力量。当这个力量啊聚集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变成玄了。妙之极为玄，玄代表的是黑色，是幽深和神秘。那么到达玄的
这种境界之后呢，就可以化气为形，在您的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一股正气，一股力量，散发着诱人的魅力，好像一切事情都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您就像隐形在黑暗之中看光明的世界一样，或者站在高空俯瞰世界。世界在明处，您在暗处，那么世界在您眼中是不是一清二楚了？看什么都看得清楚啊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通透，这就是玄的境界。到达这个境界之后呢，您就能通达万物，一通百通，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当您看清楚了人世间的规则，看清楚了道的规则，就不再那么执着了，没有了贪嗔痴慢疑。在通达的境界，您所做的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，没有违和感。这就是孔子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样说起来是纯理论的，不容易理解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举个吃苹果的例子来说明微妙玄达的不同阶段。我们吃苹果要一口一口的咬，对吧？这就是从大到小变微的过程。在嘴巴里咀嚼苹果，我们感受到了苹果的美味，闻到了它的清香，这些都是您的感受，这就是妙。当苹果吃完了，吃到肚子里了，经过消化系统把苹果变成我们需要的能量。当能量不断的聚集就可以支撑我们的人的行动，这就是玄。因为在人看来这是一个神秘的过程，这些能量最终要通达到人的全身，支持我们身体的运作，这就是达。通过上面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微妙玄达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。我们吃苹果的目的是补充身体的能量，那么苹果变成能量，它是有个过程的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。那么微妙玄达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吗？比如有些人会说，我根本忘不了这段感情，放不下那个人想到过去就会莫名的伤心。那么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生活呢？如何才能抛弃过往的伤心和难过呢？怎么忘掉那个人呢？其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要看破生活的本质，不然你永远也逃离不出来。那么如何看待生活的本质呢？你就要提高你的见识，做到微妙玄达，把自己置身于事情之外，世界之外，俯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看他起高楼，看他宴宾客，看他楼塌了，这个时候你就看清楚了世界的本质。这不就是缘起性空吗？不就是因缘和合吗？那么你们现在分开和将来分开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你们不可能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对吧？既然缘分尽了，就要分开了呀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，你们这些缘分已经尽了，孽债已经还完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那么有人会说既然活得这么通透，人不就没有快乐了吗？没有意义了吗？直接到结果不就好了吗？通透是让你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不执着于眼前的结果，缘来不拒，缘去不留。你来与不来，我就在这里；你爱与不爱，我还是在这里。既然爱情来了，
我就要热烈的爱，不负春光不负卿，享受这段美好的缘分。但是不要入戏太深，因为有开始就有结束，缘分完了就不要再执着了。这就是微妙玄达在生活中的应用。当然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啊，不是我们这几句话就能解释得了的。所以老子为了帮助我们理解，特意列举了生活中一些例子，告诉我们善为道者是个什么形象。由于篇幅的关系啊，我们放在下期来讲。如果您认同这句话的理解啊，请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将您的观点呢写在评论区。谢谢。